所有关心2·8事件的朋友们，大家好。抱歉了，看着父亲的眼泪，我很心痛。但是我知道，抱歉了。但是我知道，我的父亲想到他的父亲，内心有更多的痛苦。在1947年那个悲伤的年代。台湾人民有不少人失去了亲人，失去了朋友。台湾社会失去了一批精英的知识分子，只有在台湾的历史留下了长期的恐惧、沉默和隔阂，在人与人之间建起了一道看不见却冰冷的高墙，直到今天还在分裂这个社会。作为受难者的家属，内心当然沉重，但也因此让我们变得更坚强。2·8的痛到底有多痛？应该是痛到无法言语。因为我的父亲从来不，因为我的父亲从来都不愿意跟我谈他父亲的事，他不希望上一代的痛苦下一代继续承担。因此，我是从照片中认识我的祖父，从历史认识他，从我父亲每年在2·8纪念会的眼泪当中认识我的祖父。我的祖父柯世元先生，台北师范毕业之后，在新竹的小学教书。不管是皇民还是国民，这都不是他自己可以决定的。他只是一个台湾人，一个认真做事、安分守己的台湾人。但是这样还是不能免于时代的悲剧。2·8事件发生时，也许只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份，就足以让国民党在清乡的时候抓去关、抓去打，出狱后卧病3年而死掉。死的时候54岁，祖父过世的时候因已卧病3年，家里一贫如洗。我的父亲只有足够的钱买一套新的内衣裤送我的祖父离开这个世界。在我祖父入殓时，连一套完整的新衣服都没有办法。这是我父亲一辈子的遗憾。2·8事件造成上一代的家破人亡，也剥夺了我父亲升学的机会，这是他的另一个遗憾。2·8伤害我祖父的生命，伤害我父亲的人生，伤害我的感情。一个2·8事件，一个2·8事件造成柯家3代人的痛苦，相信许多受难者的家属应该也有同样的痛苦。在我参选台北市长的初期，我的父亲极力的反对。他说：“我在2·8失去了父亲，我不要以后再失去儿子。”
为了这一句话，让我开始思考，我们要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台给下一代。也因为这一句话，让我下定决心参选。台湾人要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，台湾人要做台湾这片土地的主人。台湾人都要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。台湾人要做台湾这片土地主人。400年来，这片土地政府一直在换，但是台湾做咱的故乡，这点是袂改变的。我常说，我们改变的现在，是我们下一代的未来。有真相，才有原谅；有原谅，才有和解；有和解，也才有和平。不让历史的悲剧再发生在我们的子孙身上，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。政府有公义，社会才有和谐，国家才有将来。亲爱的朋友们，纪念228是为了面对历史，还原真相，让台湾社会重新站起来，继续前进。今天，柯文哲以受难者家属的身份参加这个纪念会，期待台湾社会不再有遗憾，而能充满爱与和平。谢谢各位。